各位朋友，有这個粉絲啊給我發私信讓我講一講，說最近浩哥這海外的這幫反賊又搞了一個什麼叫大投影運動，那到底是咋回事啊？這個事兒呢我看了一下，我不給大夥說過嗎？我說反共必腦殘嘛，我說這群人呢要不就是智力上有毛病，要不就是精神上有毛病啊，大多數都是智力和精神都有毛病的這麼一群社會底層的渣子廢物啊。其實海外的這群反賊吧，獨輪運們吧，其實他們呢很符合我對這個螞蟻幫啊郭文貴的那個邪教組織這個定義，就是少數的這個騙子啊，就是比如說郭文貴是個大騙子是吧？郭文貴精神上也有毛病，比如说李洪志也是屬於精神也有毛病的人，你是邪教的能精神沒毛病嗎？說少數的幾個騙子帶着一群啊這種小騙子，然後呢忽悠了一群精神病大傻子，就他們基本上都是這個金字塔的結構啊。什麼叫做大投影運動呢？我一看呢，這明顯的有這個法輪功的輪子的痕跡啊。比如說他們有一個組織叫什麼中國行動啊，在這個推特上只有2萬多個人關注，而且呢一看這個風格就是輪子搞的那玩意兒。說中國行動怎麼個行動法呢？這個行動呢就是用投影儀。現在有那種大家都知道做廣告的啊，你在那個大街上走着走着，那店鋪底下有一個那個名稱啊，投影出來的名稱其實很簡單，就是一手電筒加上一個那個幻燈片啊，然後呢能夠聚焦到遠處打出投影來，大夥明白這個意思吧？啊，就是簡單的投影啊，它不是那種說非得用那个投影儀能夠把視頻投上去的，不是，它只能投靜態的圖片啊。大夥明白這意思嗎？啊，這玩意兒很便宜，就一手電筒加一個那個幻燈片，他們用這玩意兒呢上這個海外的中國的使館的外牆上，到晚上去投那個反動標語，這就叫大投影運動。為啥我說這群人是輪子資助的呢？你一看這個所謂的中國行動賬號的日常的這個風格，你就明白了。他這個日常的風格呢，他呼籲要整頓被中國判刑的光明日報的那個副主編日本間諜。他說這個董玉玉日本間諜呢在監獄裡得了癌症了，那監獄裡得了癌症那不就是報應嗎？他們說這個董玉玉是良心犯。我操，一個他娘的日本間諜是還良心犯啊！所以說這幫這個獨輪運的良心才是大大的壞了啊！對，我說錯了，他們根本就沒有良心，是吧？這風格你大夥就看出來了吧？這幫人只有2萬多個關注的這麼一個小卡拉咪，說要在全球270個中國使館的外牆上搞大投影運動。那位說他們幹這個的目的是什麼呀？幹這個的目的，精神病的思維你1000個那個正常人你也理解不了啊。2個目的吧，一個目的呢就是單純的發神經搗亂。你想想你投個反動口號能對中共有根毛的傷害嗎？那沒有啊，他就是癞蛤蟆趴腳面，他不咬你，他膈應你，你知道吧？就那個意思。這幫人要不然的話平時的時候那幹嘛去呢？他們的人生的意義就在於惡心人啊，得給找個活幹啊，所以他們就發起了這個所謂的那有幾個響應的呢？還有一個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走線到海外的妄想着在西方能够打工发財的那些，最終呢基本上都被斩殺線給吞沒了，那些認知能力極其低下的中國社會底層的那些大傻子，他們參與這個所謂的投影運動，希望能夠以此獲得政治庇護就無外乎就這幾個原因嘛。那他搞成了幾個呢？少數幾個，在美國的紐約使館外邊搞了，洛杉磯的使館外邊搞了還有在澳洲的使館外邊搞了澳洲應該是悉尼吧，使館外邊搞了。那有人說那中國使館怎麼辦呢？那中國使馆也沒啥辦法吧那也上演猫抓老鼠的遊戲唄，雇了保安公司一個是拿那個強光手電，因為他那個投影也是個手電筒嘛，拿一強光手電，他往哪兒投，拿强光手電一照，那就一片白，就看不出来了這是天天上演貓抓老鼠的光影游戲我觉得中国使馆也是夠難的真是夠難的。你看我早就勸我說中國政府有時候需要放下那些所謂的道德感十足的那些虛偽的面具吧外交關係講究什麼呀？講究對等對吧？海外反賊天天堵着中國大使館喊口號，惡心人。美國警察不管，那你中國的警察你也放開中國的民眾到美國大使館面前去嘛？那中國民眾表達一個對這個美式民主的這種搶劫式的所謂的民主的不滿又怎麼了呀？中國有的時候這個戴着的這種虛偽的道德面具說實在的，就把自己的手腳都給捆死了，对吧？外交不講究對等嗎？他們拿臭雞蛋扔，那中國民眾也可以拿臭雞蛋扔他們在外邊拿高音喇叭喊，那中國民众天天可以24小時，那也不是組織的，那是我相信有中國很多的愛國的群众很樂意去24小時跟那堵着喊，对吧？对等嘛，对等嘛。中国政府你们聽見了嗎？你要是對等搞的話，你看沒兩天美國警察就把這幫孫子全給趕走了，對嗎？這幫孫子搞了這個所謂的這個投影運動還搞了一個慶功會。你看那個慶功會的這個人就知道了，這全都是那個推特上這個老牌的著名的神經病那幫大傻子輪子們都有誰什麼這個周鋒鎖呀，什麼那個李老師也是什麼蘇雨桐是在德國的那個精神病對吧？就基本上都這些人都是老牌的輪子精神病，這幫人他們還開慶功會呢。開慶功會的有幾個人滿打滿算7、8個人他們7、8個人是總結我們是全民運動我們搞的是全民運動感情7、8個輪子精神病就代表着全民了，所以他們的腦子是有問題這群轮子們除了這個還搞什麼呀？這個號召中國內地的一些反賊要搞什麼呢？
要用 WiFi 名稱，用手机把热点名称改成反动口号啊。那个是这管个毛球用啊！因为这个中国人啊，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流量，在外邊上網根本不用開什麼 WiFi。如果進了那個飯館啊、公共場所啊，有人家提供的 WiFi， 對吧？你弄個 WiFi 改成個反動口號，有幾個人能看見啊？再說了，這幫海外的輪子、小丑、精神病們跟社會就是脫節的，他這個智力十分有問題，你知道嗎？如果他不跟社會脫節，他看不出來中國目前是這個世界上可以說是最發達的、生活水平最好的一個、最安全的一個地方了嗎？中國的手機現在你用一些侮辱性的詞彙，它根本就起不了這個名字，明白嗎？你看你手機名稱，你要是想起一個罵人的名字， WiFi 名稱你起一個罵人的名字，熱點名稱你起個罵人的名字，它根本就不給你過，對吧？看了嗎？所以說這群人全都是一些自娛自樂的精神病啊！你看就這幾個貨，就這幾個小丑。說實在的，他們搞的這個所謂的大投影運動那簡直就是個笑話。就是輪子自己說這是一場全民參與、創意滿滿的盛事聽起來好像挺激動人心，是吧？可是真實的情況是，直播間裡就7、8個老神經病亂算甚至一度完全沒有交流，沒有人互動那這場活動呢，更像是一群精神病搞的這個自娛自樂，對吧？在那個半夜裡，在中國的使館的那個牆外邊揮舞着手臂做各種滑稽動作對吧？這個可是周圍呢空無一人沒有什麼別人的掌聲這整個場面是尷尬又荒誕，一群無聊的精神病聚在一起自導自演，互相取樂卻希望呢能夠在互聯網上引起別人的關注對吧？可是呢，幾位零散的觀眾手指頭都能數得過來，對吧？你自己無論怎麼吹圓滿成功別人看着都像是一個鬧劇和笑話。我還是那句話，反共必腦殘，無一例外，要不就是腦子有毛病，要不就是精神有毛病大多數都是兩方面都有毛病，這不是一群正常人，知道嗎？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